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环世界的视频了。这次我们先来做一个番外篇啊。首先需要说在前面的事情是，这一期视频不是给刚入坑的萌新小伙伴看的，你看你也看不懂，很多我说的东西你也不知道是啥。你要是觉得抄作业不方便的，你可以考虑下载置顶评论区的这个存档，从这个存档里，你方便你去数格子啊，去参考这个布局都可以啊。但是我不推荐刚入坑的小伙伴就看这期视频啊。好的，那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每个人设计自己的阵地的时候啊，他都有自己的思路，尤其是老玩家，他的思路都不太一样。不敢说谁的就一定是100%对，谁的就一定是不好的啊。但是呢，大家可以互相的去探讨、去学习啊，总结好的经验啊。你觉得我这里有好的，你拿去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有不合适的呢，你可以在评论区指出啊，你说你有更好的设计思路，也可以分享你自己的阵地。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呢，我的这个阵地里呢融合了很多 DLC 的内容，并且我这是一个大阵地啊，它是给20个左右殖民者使用的。如果你喜欢用小阵地啊，或者是你不喜欢封闭阵地啊，你可能这个东西都不太适合你啊。最后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个阵地呢，是我根据我现在1000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游玩经验画出来的，它没有经过1.5版本的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测试啊，它会在我的整个实况视频当中还在不断的去优化。如果呢改的东西不多，我这个视频就这个样子了。如果改的东西多呢，在这个系列完结之后，我会把这个新的阵地再重新发出来啊，再分享给大家，好吧？以上废话就说到这里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阵地的大小啊。我们先来画一下格子。我们这里呢用一下这个圈进的这个格子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阵地大概有多大啊。如果画最外圈的话呢，它是300多格啊，应该是足有这是105×85这样大的一个范围啊，非常大的一个阵地啊。但实际上用不到，而且我画的是最外层。那我们来一点点说这些阵地都是怎么设计啊，以及都是怎么个意思啊，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我们先从原版的开始说，因为有的小伙伴他可能没有 DLC 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多功能的工作间啊，工作间里边呢放了我们的研究台，配备了多元分析仪。研究台的工作速度是受这个环境的清洁度影响的，所以这里铺了无菌的地板。每一个工作台呢都配备了这个扶手椅，提高小人的舒适度啊。然后呢，我们的这里边啊，一共放了8个这种3格的这种工作台啊，具体工作台摆什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更改。比如说你喜欢切式桌，你可以多摆一点，我这里摆了很多个炼药台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每个工作台呢都配备了2个工作柜，每个工作柜可以提高6%的工作速度啊。然后最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精密装备台，一共也有2个精密装备台啊。然后呢，就是这里我摆了一些置物架，但是置物架如果你不需要这么多呢，你也可以在这里换上一些书架。书架在现版本可以提高我们的研究台的这个工作速度。然后这里边呢有一个 DLC 的这个台子啊，有2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血清实验台和这个火铁塑造台，是我们意向 DLC 的内容，不是原版的内容。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原版里就有的。然后我还把这个通讯台耦合在了这个工作室里这个空电台呢可以放在这儿，也可以不放在这儿。通讯台也可以考虑放在卧室里啊。卧室呢是不能放任何的这个生产建筑的，但是通讯台不算生产建筑，所以是可以放的啊。然后通讯台呢配备了一个轨道信标，也能笼罩我们这个整个的工作间啊。然后工作间也配有空调系统啊，也是可以的。外边的这个走廊是没有屋顶的，这也是没有屋顶的，所以热气出来呢也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房间啊，多功能的工作室。第二房间呢是我们的医疗室啊，医疗室这里呢也是铺了无菌地板，配备了这个医疗床，每一个医疗床都连了这个生命体征检测仪啊，然后还配了一个小型的这个用餐的一个环境。这个东西呢主要是因为现版本有这个狼人杀环节啊，也就是我们意向 DLC 有这个狼人杀环节，所以单独把这个医疗室分出来，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呢，这个医疗室呢可以提高我们手术的这个成功率啊，做一些重要的手术的时候还是需要的。美中不足的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医疗室呢离阵地稍微远了一点，下面这个阵地还可以啊，上面这个阵地离得就很远了，这个有点美中不足。上面是一个仓库区啊，这个置物架可以摆更多的物品，配了一个轨道信标啊。这个东西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如果觉得空间还是不够呢，你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外围的这个阵地外圈内墙的这里都是可以放这个置物架的，可以用来做你的储存区啊，这是这里。那
第3个原版的空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冷库啊。冷库呢，它是用空调来达到一个室内环境低温的目的啊。可以看这边的这个温度的显示啊，室内环境是低温的啊。但是呢，冷库你的面积越大，它对你的制冷机的数量要求就越多。我这个面积其实已经很大了，6台制冷机有的时候有点压不住啊。如果你觉得压不住，你可以考虑再增加制冷机的数量。我旁边的这个走廊呢，其实也是一个对外的走廊，我可以是在这个走廊上再加几台这个制冷机的啊，这个热气也不会散出去。这个制冷机呢，我们这个斜角摆放的制冷机呢，你可以看到每次放制冷机的时候，蓝色就是降温区啊，红色就会热量转移区，那边就会升温因为热量是要转移到这个点的，所以这边呢这个点一定不要放屋顶。哎，这个地方怎么有屋顶？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啊！我说这个温度怎么降的这个效果不好啊？因为如果这里有屋顶的话呢，这个温度就没有办法被很好的去散出去它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换热效果我们可以让小人来做一下，我这里开一个上帝模式把这个地方拆掉。上帝模式直接就拆掉了，这是开发者模式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模式，是用来 debug 用的不是给大家游戏用的，大家不用开这样的一个模式。把这里给它掀开，这里就可以有热量散出来了，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热量又可以降下去了。我就说嘛，6个空调应该大概率还是能压得住的这边的温度也就降下来了。这边其实还是有温度视图的，你也可以看到这边的温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呢，这里边呢，我是把这个烹饪台和我们的屠宰台都耦合在了里小人在这个低温环境下工作是会有这个工作系数惩罚的，但我个人觉得这个保鲜也比较重要这里直接做完了就直接冷冻保存了，我个人觉得还可以里面配备了2个轨道信标然后轨道信标这个东西我额外说一句平常的时候不交易的时候最好不要通电因为中央空投的时候空袭的时候是以这个轨道信标有仇恨的优先级的所以平常的时候最好不要让它通电。然后这个环境里呢还耦合了一个这个营养膏合成机一个进料口直接就在我们的冷库里方便进料。然后呢这边直接就连的是我们的这个囚犯的一个房间，在这边阵地里抓到了这个潜力股直接就扔到这个囚犯的房间里他们就可以通过吃这个营养膏来自己进食了然后呢这个配备了一个小型的餐桌可以给他们进行用餐平常的时候呢就是更方便我们这个去抓捕一些有潜力的小人就是这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原版的房间是一个水栽培的房间。水栽培用水栽培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是沙漠地形如果不用的话，很多土地是没有办法耕作的。如果你是在这个平原这个温带森林等等的有这种种植土地，你是不需要下面的这个水栽培的盆的你可以把这个空间直接就裸露在外甚至屋顶我这里其实也是没有的不需要屋顶，你就直接种植就可以了，把这里作为一个室内的种植区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水栽培有2个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种植速度，有180%吧，好像是180%，我有点忘了具体参数了，有一个种植速度的加成。第二呢，就是它可以改造土地它让原本不能耕作的土地变成可以耕作的，所以水栽培在我们沙漠环境下是必须通电的然后其次呢，这个太阳灯我大多数时候是不用的，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露天的环境，我们就用自然光照就可以了。用太阳灯是你就是有的时候食物实在是紧凑的时候，你想让它晚上也可以生长，你可以考虑把这个太阳灯打开来提供一个光照这是这个水栽培的这样的一个房间也看完了原版的房间还剩一个卧室卧室呢这里是配备了空调和我们的这个加热器的然后卧室的空间大小是符合贵族的要求的符合皇权 DLC 对于贵族的这个室内的大小的要求。如果你要想让这个屋子里住贵族的话呢，你还可能可以考虑往这里边加一个屏风因为有的贵族是有屏风的要求的。然后有皇权 DLC 的话，你接到了一些贵族的任务，也可以用来这里招待一些这个外边的贵族这是卧室，卧室铺了这个是精致的这个地板然后这个卧室呢，一共就只有8个双人床，一共16个小人，其实是不够住的我会把其中的1到2个改成一个小的宿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只有结了婚的是吧才有资格住单间平常的单身就住大通铺就可以了这是这个卧室的这样的一个分配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说 DLC 的内容那紧接着就说皇权 DLC 的另外一个主要结构夜间厅夜间厅呢必须要有一个宝座，2个这个火盆和4个支撑柱，以及铺满这个地毯
所以这里都是符合要求的。夜间厅里呢还不能有任何的生产建筑啊，所以我们把了这个娱乐设施和我们的餐桌都耦合在了这个多功能的娱乐室里啊。我们在这里就可以了。然后这里后边有了钢琴以后，还可以摆钢琴啊，还可以摆什么这个望远镜啊等等的一系列吧，这些啊，有了更高级的娱乐设施以后，都可以摆在这个屋子里啊。这是黄泉 DLC 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来看文化 DLC， 文化 DLC 呢有一个祭坛啊，祭坛这里呢除了有你们本文化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建筑外还有一些举行节日需要的这个设备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祭坛呢也需要满足铺满地板啊，然后以及4个支撑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里啊自行注意就可以了。这边虽然配了塑形舱，但是现版本其实塑形舱有别的替代方案，未必会用得到啊。我只是觉得好看，我就放在这里了。这是祭坛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再来看生物技术 DLC， 生物技术 DLC 呢主要是2个部分，一个是机械的族的部分，一个是我们的基因的部分啊，都整合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房间里了。这里需要额外注意跟大家说明的是呢，我这次的基地设计是不是13×13的大小？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15的这样的一个格子啊。13×13是什么意思啊？给一些新人小伙伴先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我们如果你看环世界的视频，你看的多的话，你发现很多人做基地设置都喜欢把这个基地大小设成13×13的。这个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墙体啊，墙体它能够盖屋顶的最大的距离是6格啊，墙体能够盖屋顶的最大距离是距离这个墙体6个格子啊。那如果你比这个13×13大啊，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刚好左右两边都是6啊，这个墙体是能够完整的覆盖的。而你如果你说还可以再往外错一格，但是如果是14×14的话，它的这个不是一个单数啊，它不好做对称。在以前的版本没有这个双层门之前，只有单门的时候，一般大家喜欢做13×13，这就是13×13的由来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这里不是13×13的话，我这是15啊，15的话呢，中间的这一格它是没有办法造屋顶的，所以中间这里要配支撑柱啊。我个人觉得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想被13×13所限制了，我这里是没有按照那个去设计的啊。这里提前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这个机械族的这个房间呢是配了2个大型的这个机械的培育器和1个小型的，然后4个大型的充电站充电桩和4个小型的，然后3个做这个机械体的这个编译器啊。然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节点啊，节点我没有放很多啊，节点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不够，可以往我们的这个内层围墙里摆啊，这边能摆很多的这个节点啊。下面呢是我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基因东西主要是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提取的，一个是装配的。当然，如果你提取的不多呢，你可能还得给这个基因配这个存放基因的这个基因库啊，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啊，其实还是有空间的，你想放也能放啊。然后呢，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的这个基因处理器是给我们的这个基因提升复杂度的。我们一个神级的小人，我们的一个神级小人捏的话，它的复杂度基本上是在30点以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处理器最好能配备15到20个之间啊，这样你在做这个神级小人的时候，你的装配器才能符合要求啊。这里需要额外的注意一下啊。这就是基因室啊，然后呢，再往这边来啊，这里是一个原版和 DLC 结合的一个房间啊，这里用到了一个模组啊，这个模组是可以虚空搬运虚空巨石啊，这个是方便我们规划的。你如果不搬运也可以，你就以这个虚空巨石为中心去设计你的基地也可以啊，你就把它按照它的位置去设计也行啊。然后配备了这个心灵仪式举办点啊，然后值得注意的是呢，整个这个空间是几乎是没有天花板的，这个地方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地质扫描仪和远距离扫描仪都可以直接用啊，他们是不能造天花板的。然后我把2个大型设施放在了这里啊，他们2个如果下雨天、露天的话容易短路啊，所以给他们2个盖一个小的天花板就可以了啊。然后下面呢是我们的迫击炮的区，炮台发射也是最好是这个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嘛，所以就耦合在了这个空间里啊。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用来放炮弹的。值得注意的是呢，我往这里放了一个信标，这个信标我是想让它一直通电的。平常的时候呢，别的地方的信标呢该断电就断电啊。这个地方的信标呢是我想尽量的吸引中央空投落到这个位置啊，因为我整个的基地是没有防空的这个阵地的啊，所以尽可能落到这个位置会好一点啊。当然它也不是100%，还跟你的整个基地的财富值是有关系的，只能说这个信
信标是一个判定空投点的一个高的参数啊，高的这个权重啊。这里我是放了一个信标点的。然后这里呢是有我们的这个弹射仓啊，弹射仓是可以做墙的，它做了冷库的一面墙之后呢，在这里处理了希望的皮啊、希望的肉啊，可以直接从这个弹射仓就发射给邻居啊，发射给我们的好兄弟、好朋友。这边是没有这个天花板的，这里要额外注意一下啊。如果你觉得弹射仓的数量不够，你还可以在这里加，它是可以作为墙体的去用的啊。就是这里，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发电区。发电区这里呢，我还是用了一个模组啊，就是可以搬运地热发电机的这样的一个模组啊。这个模组主要是为了好看啊，因为我喜欢做大基地。你没有这个东西行不行呢？也行啊，你就是这个地热发电机在哪里，你就围绕着这哪里你去围一圈墙给它围起来啊，在地热发电机放在这里，然后用我们现版本最好用的这个隐藏电线啊、隐藏电缆给它拉回家里啊，同一样的啊也是可以用的。我这里只是图好看，我就用了地热发电机啊，可用可不用啊。然后呢，这是原版的发电机啊，化合燃料发电机也是原版的，但是这个排污发电机和我们的这个活铁发电机就是 DLC 的内容了。这个是生物技术 DLC 前一个版本的神级发电机，这是现版本的神啊，活铁发电机啊。这个发电机呢，就主打着一个是没有任何的消耗啊，每2个发电机要配一个清污泵啊。如果你不会处理垃圾的话呢，你可以配一个这个生物技术 DLC， 还有一个这个垃圾分解器啊。垃圾分解器能够供给6个发电机啊，也就是说1:3:6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垃圾分解器能供给6个发电机啊，3个清污泵产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量啊。这个即便把这些东西都算上，这6个发电机产的电量也远远比这个高啊，所以是可以做到自循环的啊。只不过它占地面积比较大，而且比较浪费时间。现版本有很多处理垃圾的方法，不推荐用这个垃圾分解器啊。这是这里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配你这个清污泵啊，否则你这个小人还得不断的来清污啊。然后旁边呢是这个活铁发电机，活铁发电机呢是每天消耗6点的活铁啊。6点的活铁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这边是配了一个意向的收容室的，意向的收容室呢，这也是意向 DLC 的内容，它是用活铁造的墙、活铁造的地板，然后呢配备上这个安全大门啊，这些都是加收容度的。收容度你点击收容平台在这里看到，我的每一个收容度都是大于200的，绝大多数的实体都是可以被收容的。中央呢配了一个碎片阻滞器啊，这个阻滞器是增加我们的收容强度的。然后呢，它只要它的这个收容平台的中心的这一个点被覆盖到，它就可以覆盖到。所以这一个阻滞器呢，它覆盖了这是10个收容平台，其实最多应该是能覆盖12个，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多，10个足够了啊。我们就按照前期比较好收容的这个血级巨人啊，一个血级巨人每天能产3点的活铁啊，那我们这一个10个收容平台就是30点，20个收容平台就是60点的活铁，足够10台活铁发电机用了。我这边是8台啊，所以我这边的比例是足够的啊。那后边还有比血级巨人产活铁量更高的这样的实体也是可以用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实体收容室啊，实体收容室呢还配备了像是电子阻滞器啊、集电器啊、这个采集器等等的。集电器可用可不用啊，它是降这个收容强度的啊。如果你觉得缺电就用，不缺电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可以不用啊。这是收容平台。我看看还有哪里没讲啊？主体结构基本上都讲了，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防御阵地了啊。防御阵地里面的内容呢，涉及到部分的 DLC 的内容啊，到时候我们再来说啊。首先这个阵地我采用了上下2个结构的阵地啊。有的小伙伴问为什么要搞2个阵地啊？这里我是看了一个这个分流阵的视频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游戏到了后期，无论是来的敌人的数量，还是来的这个敌人的这个方向，有可能是4面8方的。就用这个分流阵，如果你喜欢大基地的话，你的人口足够多的话，是挺好的。分流阵顾名思义就是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啊，它可以让敌人分散到这个比较多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分流阵这个入口，你可以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是有一道门的人是从哪来啊？人是从这个方向啊，从这个方向走，从这里走进来，从这里走进来。这边是这个路障啊，路障只是起到减速的作用，从这个路障上来，走到这儿，就会进到这个。首先它在这个位置会进行一个左右的分流，一部分人会从这儿进，一部分从这儿进然后再进一个左右的分流，走到2片小阵地里啊。那如果呢你觉得这个有点遭不住了啊，后边源源不断敌人来有点遭不住了，你可以派一个小人站到这个位置，这边这个阵地上面的阵地还有2个门，站到这边门的位置，吸引
引他们的仇恨往上走啊，吸引他们仇恨往上走之后呢，你就下面的压力减轻了，希望你快速的把下面的敌人收尾掉之后，你再把这个仇恨给它转移过来，然后让他们从这边来，也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先来看下面的这个阵地，下面的这个阵地呢，配合的是我们的这个链式霰弹枪来用的啊。我这里忘了打一个链式霰弹枪了，我们搞一个链式霰弹枪出来啊。下面的这个阵地呢，算是一个前中期的早期的一个阵地啊。这个阵地可以成型的非常的快啊。首先比较容易损坏的地方呢，我们用的是高耐久度的玻璃钢墙啊。然后呢，敌人从这里进来之后呢，他会走到这个阵地里，地上的这个石砖是怎么铺的？你可以让小人呢先在这个地方呢铺地板啊，比如说在这个位置铺地板啊。铺完地板之后呢，你再让小人去把这个地板拆了。当然你要管一下小人，不要让他搬走啊，把这地板拆了啊，然后你给他禁用掉。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这样的结构了啊。这种地方呢不要给他铺这个让他加速的地板啊，让他这个有这个石砖是可以起到减速的效果的。然后这个敌人就会从这里慢慢的进来。然后进来之后呢，这里有一个门后边有一个没有就是通电的小机枪啊，需要注意这个小机枪虽然没有通电，但是它是连了一节电线的啊，这边有一节电线啊，要有这节电线啊，不通电，但是要有一节电线啊。然后这个东西的作用呢，就是起到一个威胁度的作用。敌人进来之后呢，感受到这里有威胁，他就会进入到战斗状态啊。什么叫战斗状态呢？我们平常的时候两个小人之间是没有碰撞体积的，但是在征召模式或者说是战斗状态的时候，两个人就有这种碰撞体积在啊。那敌人有了碰撞体积，一个人进来走在这里啊，卡在这个位置啊，没有死掉的时候，后边的人就挤不进来，就会在这里不断的挤，不断的卡。后边人来的比较多的时候呢，卡着啊，这些人就会挤到后边的这个爆炸陷阱上。爆炸陷阱后边是幕墙，这个幕墙的耐久很低，很快就会炸掉啊。炸掉之后呢，首先爆炸有一个伤害，幕墙燃烧有一个火焰伤害，其次呢，这个地方是有屋顶的，屋顶坍塌还会有一个砸伤的伤害啊，就可以给他们造成一个极大的损伤。这里呢，其实也可以配合死灵阵来使用啊。在这边爆炸了之后呢，我们在这边可以，比如说你或者通过迫击炮扔这个死灵炮弹，或者呢，在这个墙的后边加一个这个简易死灵陷阱，然后在这里拉一片尸体的这个储存区啊。然后一旦这个炸了之后呢，就会引爆这个简易死灵陷阱，然后把这个垃圾尸体储存器里的尸体复活啊，然后他们就又会去打外边的这些来袭击的敌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运行的逻辑啊。然后呢，这里是一个链式阵的这样的一个大小，主要的原因在于为什么这么小，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链式霰弹枪它的攻击范围比较窄啊，就只能攻击到这么大啊。所以当敌人走进来之后呢，我们金色的这个位置都是我们可以站的一些射击点位，有这种掩体啊。然后前面这里是有一个门的啊，一定看到啊，这里是有一个门的，这个门是保持敞开的。这个门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让这个空间形成一个房间啊。而这个房间呢，由于它盖了屋顶啊，这个房间是盖了屋顶的，你可以看到左下角它是一个黑暗的房间，黑暗的房间会降低小人的移动速度和这个射击的精准度的啊。走进的这个黑暗的房间里，敌人啊被减速，被这个压制啊，被各种啊。我方这边是有光亮的，有光照的啊。然后我们站在有光照的这种好的环境里啊，去打敌人。这边的这格墙呢是 EMP 的投掷点啊 ，EMP 投掷在这里啊，就可以把这个机械族的敌人都晕在这里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后边这是一个路障，这个地方如果站的话呢，我们要站这种近战单位啊。这个点是近战单位的点，这个点啊，以及这里都是这个近战单位的点啊。近战单位站在这里主要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当敌人进来之后啊，这边就是连通了嘛。敌人从这里进来之后，会优先被更近的这个近战单位吸引，他们就想往这里走啊，去打这个近战单位。我们的这些小人呢，就可以集火去输出啊。我们都是用的一个高威力的这个武器，集火输出就把这个人打死了。他还没走过来也被打死了，或者走过来也没关系。我们这边会有很能抗伤害的这个近战小人啊，然后呢，就会把他们就不停的拖在这里，减缓敌人去冲击我们远程的这个可能性。那即便有人来冲呢，这个两个点位站的也是我们的近战小人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远程小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啊。整体的这个阵地呢是参考了 B 站上的一个主播的一个专栏啊，我对他的这个阵地做了一些改动啊，这是第一个阵地啊。那这个阵地呢用的是这个链式霰弹枪啊，它的威力相对来说在前中期还是很不错的。但到后期呢，如果这个敌人的强度上来以后，我们可以考虑再结合链式阵啊，这个速射阵，速射阵的配套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射机枪啊。这把枪呢，它的威力更大，但是它的科技比较靠后啊，也比较贵啊。
而且它的射程很远，你可以看到速射枪的射程范围足可以射到这个阵地的所有范围啊，这个长度是刚好满足速射阵的速射枪的这个范围的。这个阵地呢和这边的阵地就很像了啊，其他的这种原理什么的都很一致啊。这边也是设有屋顶的，然后呢，走到这边左看外边的这个地方，敌人进来啊，从这里进来之后会被这个通了电的小机枪所吸引，然后再加上这里我们会站近战的单位啊，然后这里会放我们的后边能做的这个地狱魔王，地狱魔王的轰击的这个炮火的面积大概在这个区域啊，去轰击敌人就会先被我们的这个地方所吸引，就会先往这里去，优先想去进攻我们这个近战的小人，然后我们远程的小人在这边站一排，这个前面是用来站这个机械族的啊，机械族去保护或者是食尸鬼都可以啊，然后去保护我们的这个远程在这里去进行输出，大范围的输出就可以了啊。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当人数多的时候，他们就会踩这个陷阱，然后就会爆炸，爆炸的同时会引爆这个死灵陷阱啊，这个后边放一些死灵的尸体，这边的屋顶也会坍塌，导致等等一系列都是一样的啊。值得想说的是呢，是这个集群火箭发射器啊，这个东西的作用其实并不是用来打敌人的，而是当敌人去撤退的时候，因为敌人大多数是这个损伤到一半左右的敌人的时候就会撤退嘛。当他们撤退的时候，我们去追，有的时候总是来不及，可以在这个房间里站一个不是很厉害的这个小人啊，让他去控制这个集群炮塔。当敌人准备撤退的时候呢，小人站在这个格子，把这个门打开，这个集群火箭发射塔就有了一个视野，然后去收这些要逃跑的这些敌人啊，是很有效的，因为他们当时大多数都采写了一发炮下去能收好多的敌人啊，这个是用来是这个收尾的啊，这边无论是这边还是这边啊，都是用来收尾的。好的，那这就是整个我的整个基地的一个设计思路的分享啊，也是参考了很多B 站其他主播还有一点没说，就是外面首先这里这两个没有通电的小机枪塔跟我们下边的是一样的，起到是一个限流的作用啊，不用通电，让敌人在这个位置就变成一个近战的状态，有碰撞体积啊。然后需要说的是这个地方环墙的这个地方，外墙中间的这一圈小机枪，这一圈小机枪呢也是插了电线，但是没有通电的。它们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打开这边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规避区啊，这个东西主要是防止工兵去挖你的城墙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了这个小机枪在呢，这个地方都是规避区。规避区意味着工兵来了之后，他就不会优先挖这个墙，他会去挖其他的墙。当然有可能他会去挖阵地也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地方打开的话，他会优先从这个敞开的口去进来，他会想去挖这里边的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迫使工兵去走阵地当然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一个100%的一个效果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还是会有这个工兵，这个包括我们现版本还有破墙袭击，还有这个盘山食尸鬼的袭击都是会打墙体的。那一旦遇到这样的袭击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外圈的这个小机枪给它通电通电可以帮我们延缓一些敌人的这个进入，而且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打巷战打这个野战都是可以的。我个人觉得现版本不用太害怕破墙袭击，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方案可以去帮我们去应对这样的袭击了所以我并没有对破墙袭击做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版本的基地的分享。哇，又说了好长时间，我想尽量简短的说但是说着说着就说多了。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别忘了给我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